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我的下一个恋爱对象何时出现，他是怎样的人。那在我们面前呢，从左到右分别有4组牌，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你的下一个恋爱对象呢，他的守护灵是一只海豚。那海豚这个爱情守护灵呢，它所带来的信息呢，就是对方他会是一个很温柔、很聪明，而且呢还会有这种灵性智慧的这样一个人啊，他甚至会懂一些神秘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呢，他给你的这种爱呢，不会让你感到很有压力。他会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你是安全的。那我看到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啊，曾经受到过很大的伤害。因为这里有一个宝剑5的逆位啊，说明你们在过往的感情当中，并不是和平分手，可能在上一段感情当中呢，会有一些承诺没有兑现，或者说遭到了欺骗，甚至是背叛。所以说当你们回忆起过往的感情的时候呢，你们就会真切的感受到那种心痛啊，就像3把剑插在了自己的心上。那种悲伤的感觉呢，甚至是会让你有生理上的疼痛或者是不适。所以说可能过去失败的感情甚至是改变了你们整个人的这种性格或者说状态，让你们整个人呢都变得有一点郁郁寡欢。那么圣杯王后这张牌呢，就说明你们现在的状态啊，会比较的内敛，对，甚至有一点封闭啊。你们不愿意和别人谈起自己过往的感情经历，你们也不愿意回想起失败的那段感情经历。但是呢，圣杯王后这张牌，他手里拿着的这个圣杯呢，其实就是你们对于爱情的一种坚定信仰吧。对，其实你们内心当中依然相信爱情，但是呢，你们为了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只能对外展现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甚至呢，有别人接近你们，你们都会委婉的拒绝掉。那这张太阳牌的逆位呢，也说明你们现在的话，不会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你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的付出和投入了。那我看到你们现在的状态呢，就像太阳牌，这张逆位，并不是很开心啊，还会有一些忧郁啊，对人生甚至有一些消极和悲观的看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你下一段感情啊，会遇到怎样的人。那这张圣杯4呢，也是你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有一点抗拒亲密关系。对，可能说有的人他们会主动对你表达出好感，但是你也不会轻易的接受。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你的下一段感情啊，你会遇到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是宝剑国王。那么关于这张宝剑国王呢，其实这个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呢，你是不知道他喜欢你的。对，因为他在你面前会表现出一开始会表现出一副很正经很严肃的样子，让你会误以为他对你没有感觉。但是呢，其实呢，他会在你面前有意无意的展示他的优秀啊，还有思维上的过人之处。因为宝剑的话，它就代表着对方是一个很严谨，为人处事都滴水不漏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不太会表达对你的这种感情。但是呢，他会经常帮助你解决工作或者是学业上遇到的问题啊。如果你现在在上学的话，那这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学长，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学霸，他可以解决你在学业上遇到的任何问题。对。那如果你在工作当中，这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从事的是那种门槛很高，对，需要很高的智商的那种工作，比如说计算机或者说互联网行业。那他对于电子科技啊，还有思维逻辑一些方面的事情呢，是特别在行的。而且呢，他也有可能从事一些国家机关或者说事业单位啊，政府方面的工作啊，需要很强的这种逻辑和条理性，按规则来办事。所以说牌面上来看的话，我感觉对方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中层领导。
那么这里呢，我还看到这张乌拉诺斯啊，天王星乌拉诺斯，它带来的是一种智慧，或者说精神上的启发。所以说，你下一段感情遇到的这个人，他不仅仅会成为你的伴侣啊，他也会成为你的精神导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会用理性思维告诉你什么样的事该做，为什么这样做，他会教给你如何去分析利弊，辩证的看待一件事情，如何为人处事。所以说，他不仅仅像一个亲密伴侣啊，他会像一个家长，或者说像一个老师一样，让你变成更优秀的自己。那么第二张牌呢，对方也是有着这种金牛座啊，就是说比较强的土象特质。对方是一个比较喜欢钻牛角尖，但是呢又特别踏实稳重。一旦认定了一件事情呢，就非常执着的追求啊，包括爱情也是。所以说，对方认定你以后，即使你一开始对他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啊，但是最后他的真诚会打动你啊，所以说对方他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时间呢，很有可能也是落在金牛座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啊，在每年的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个时间段呢，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恋爱运势会特别的旺，而且呢，我还看到第3张牌啊，你和他可能还会经历一段异地恋，对。也就是说，当你们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呢，因为工作或者学业的原因，你们会在异地里，相互保持联系啊。你们大部分时间呢都会用这种互联网来沟通，所以说这里出现了第3宫 messages， 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情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爱情建议啊。首先呢是 free yourself， 对，释放你自己的能量，清理自己的能量。那么这种清理呢，其实是清理你过去的一些负面或者对你造成了一些创伤的回忆。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放下过去，你才能够走进未来。对，其实这种 free yourself 其实更多的是放自己一马的意思。因为如果你深陷在过去的那种感情漩涡里，你是永远不可能拥抱未来的。所以说你的当务之急其实是要清理自己过去的一些能量，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写一些负能量日记，或者说感情日记啊，把你过往的那些创伤的回忆都记录下来，然后永远不要回看，你把它扔进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个告别它的仪式，就相当于告诉你的潜意识要永远的忘掉这段回忆，对。但是呢，其实这只是一种发泄或者说疗愈自己的方法，本质上还是要我们从心底里边要坚定的去告别过去，才能够走进未来。那么过去的感情也教会你如何爱自己啊 ，Love yourself first， 怎样爱自己，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那第3张牌呢，它是 very soon，只要你一念放下，则万般自在。当你能够放下对过去的执念，也会非常快的迎来你人生当中的灵魂伴侣。对，所以说整个过程会比你想象的要更快一些。那么最后的这3张月亮神谕卡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吧。对啊，第1张牌呢是 Don't let your pride get in your way， 不要让你的骄傲挡了你的路。可能说你们在感情当中的话，会以一种高姿态啊，或者说你们会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在感情当中像以往那样卑微的讨好。但是呢，你们这种骄傲或者说高姿态也会阻碍你们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因为2个人的关系永远是平等的。所以说你也不要给自己或者说对方设置一些障碍，让这段感情自然的发生，自然的流动。那么这种最自然的状态呢，就是爱情当中最美好的样子。还有呢，就是你们在进入一段感情之后呢，你们整个人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是你的性格、行为举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当你受到了爱情的影响之后，其实整个人的能量是在往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的，对，你整个人都变得没有那么浮躁或者容易焦虑了。所以说谈恋爱这个东西，大家其实不用太抵触。我觉得爱情是能够让双方变得更好的，而且呢，你遇到的下一段感情的这个人呢，他会帮你疗愈以往的这种心理创伤。A time for healing，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你的下一段感情，对。那么最后呢，神秘信箱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现在开始爱自己。
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我看到第二组牌的小伙伴，选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爱你们，而是因为你们把自己藏起来了。因为我看到这张圣杯八，你们现在在独自踏上追寻自我的旅程。那么关于你们自己的这，可能说会有一些对自己不自信，或者说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因为这张隐士牌的逆位，对，如果隐士牌是正位的话，就说明你们的这种自我反思会帮助你们成长；如果隐士牌是逆位的话，就说明你们现在的这种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怀疑，它并不会帮助你们成长，还会让你们越来越封闭自己，对，让自己的能量越来越紧绷，越来越保守。那么第三张牌呢，它是圣杯的逆位，你们关于爱情的这种能量的流动受到了阻碍，你们现在可能会变得有一点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因为你们已经太久没有对一个人表达过好感，你们甚至都快忘了应该怎么去表达自己了。那首先的话，你们的下一个恋爱对象，他的守护灵，爱情守护灵是一只 turtle 乌龟，他们是那种看起来有一点笨笨的，但是呢会非常坚定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所以你们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因为他会慢慢的展现出自己的优点，而对方从事的工作呢也会非常的稳定，可能是国家机关体制内的这种工作特别的踏实。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星币骑士，对，他是非常典型的土象特质的一个桃花，他手里捧着的这个星币呢，就是他对你的一种爱意吧，那这种爱呢是非常真诚的爱。那星币骑士，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能不像水象特质的桃花那么会哄你开心，或者说那么会说话，但是他对你表达爱的方式呢，就是直接给你花钱，或者说会给你买很多你喜欢的礼物。对，他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爱的，他是用行动来表达爱的。那么在对方的眼里呢，其实特别的单纯，他的眼里只有工作，对，他的眼里只有工作，还有你，其他的对于他来说都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他的这种，我觉得对于这个桃花，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能够形容对方的特质，就是钝感力，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并没有那么的细腻和敏感，但是呢，这也会让他少了很多的烦恼，但是你们的这种特质呢，就是非常心思特别的细腻，对，但是呢，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所以说其实这个土象，这个土象的桃花星币骑士，它是非常适合你们的，因为当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自身的能量也没有那么的封闭，没有那么的焦虑和抑郁了。那么对方的这个桃花呢，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兼具土象和火象这两种特质的，对。那么摩羯座呢，是12星座里面最有耐心的一个星座包括这张turtle乌龟的这个它的爱情守护灵也是非常非常的踏实，所以说无论对于感情还是工作都非常的有耐心。他的字典里没有说焦虑或者说浮躁，他只会认真的活好当下的每一个时刻。他可能自身的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点，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认真的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当你待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你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焦虑，相反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有安全感，对。而白羊座呢，对方在稳重当中呢，其实是有着很强的这种上进心的，因为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坚定的向前，向着自己的目标一步步的向前走，可能说这个桃花它一开始不是最快的，但它一定是最有潜力的那一个，那么你遇到对方的时间呢，也有可能是落在这个摩羯座和白羊座这个时间段之中，那摩羯座，刚才有点口误应该是摩羯座摩羯座它对应的时间呢是12月22日到1月19日，对，那白羊座呢它对应的时间呢
是3月21日到4月19日。那么这个桃花呢，它就是，而且呢，我看到第3个占星神谕卡，这个桃花他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他的人缘会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会把身边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对，因为他看到你自身的能量有一点保守，有一点封闭，他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你变得开心起来，那么他的这种性格特质呢，也会让周围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和他一起玩，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爱情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爱情建议和爱情指引。首先呢，你的这个下一个桃花呢，他是一个新人，对，而不是旧人。那么第2张爱情神谕卡呢，它是 You deserve love， 对，你永远值得爱，你值得被爱，你也值得这些美好。那这张神谕卡它是让你相信，对，你值得爱，你也值得被爱。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 Forgiving and Learning， 对，更多的是一种 Forgiving and Learning 更多的是一种宽恕宽恕过去的经历宽恕过往的那段回忆也是在宽恕，也是在饶恕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过去的关系当中学到什么，能让我们有怎样的成长，而这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灵魂伴侣所做的一些铺垫、磨练还有试炼。所以说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月亮神谕卡它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对，第1张牌是满月在处女座You are good enough， 你已经很好了。对，那大家要在内心当中告诉自己，你已经很好了。因为当你认真聆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声音就是在不断的苛求自己，让你变得更好、更优秀。但是呢，它也会让你对于这种失控有着强烈的恐惧，因为你害怕事情的发生会超出你的掌控，你希望对周遭的一切都有所控制，甚至是亲密关系，你也希望完全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这种企图控制一切的想法其实就是一种执念，它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压抑，而这些被压抑的想法和情绪呢，它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反弹。所以说最后1张牌呢，它同时也会建议月亮神谕卡会建议你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因为你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当然你是会很安全的，因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一切都不会超出你的预期，一切都是那样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是呢，生活也不会给你任何的惊喜，你也不会遇到新的桃花，所以你要尝试着敞开自己的心扉，一点一点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对，那么最后的话，还有我从神秘信箱抽到的一段话，它有可能是你的未来伴侣想要送给你的。对，请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请你做自己，请你爱你想爱的人，也请你爱自己。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第3组牌的话是关于首先呢，这几张牌是关于你们自己的。对，我看到第1张宝剑9还有宝剑4这2张牌的话，可能说你们最近的话会比较宅甚至有一点自闭，而且我看到这2张牌的话，你们最近的睡眠也不是很好，那么权杖8的逆位呢，第3张牌可能说你们现在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你们已经在尝试着说服自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因为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你们在慢慢的变成一个很佛系的人，那么权杖8的逆位呢，就说明这种激情的能量在慢慢的消退。那么你们在过去的关系当中，可能是存在的问题，有这种，因为这里有一个星币6所以说你们存在的问题可能会是过度的付出，或者是过度的依赖，那么星币6这张牌呢，它就意味着在感情当中不平等的关系和地位。对，那么第5张牌呢，它是一个权杖2，对，那权杖2的逆位呢，
你们会发现最近你们似乎总是在经历这种，自己做出的计划被打断，然后计划赶不上变化，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水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你们在下一段关系当中所遇到的桃花呢？对方的爱情守护灵呢是这个狮子，对 ，Lion。非常霸气的守护灵啊。那么狮子这个爱情守护灵，它能够提供非常强大的安全感。对，这种安全感呢，会让你们在对方那里会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一样。对，那么对方的话啊，它对应的塔罗牌当中的魔术师和圣杯骑士。对，那魔术师这张牌呢，其实对方的这种所对应的特质是比较均衡和全面的，而且魔术师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敢想敢干，能够把自己的意识转化为物质。所以说你未来遇到的这个桃花呢，它更像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是一个挑战者。对方的特质就是毫不拖泥带水，从不犹豫，也从不后悔。那么对方所具备的特质呢，正是选到这组牌的你们所缺乏的一些特质，所以说你和对方其实是互补的。而且我看到对方他展现出来的特质呢，会像这个圣杯骑士一样，非常的优雅。也就是说对方这种狮子的特质呢，并不会霸气外露，他会把这种气场收敛起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会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强势啊，他对外展现出来的气场呢，会非常的温柔，但是他的内核是非常的坚定。所以说这类型的桃花，他们是非常难以被影响和改变的，因为都是他们影响别人，别人很难影响他。所以我看到你们遇到的这个桃花，更多的是你们会被一种积极的力量所影响，会让你们自身想要变得更优秀，想要变得更好，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一个目标可以去追赶。那么占星神谕卡当中呢，第一个就是射手座啊 ，Sagittarius，还有一个是第10宫啊，事业宫，对 ，World。那它自身的话，这个桃花的火象特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射手座的话，它的出现会带来很多的好运，因为射手座它自身就携带着这种幸运光环，可能会在事业上对你有所帮助。因为第10宫啊，它是事业牌，所以说就意味着你个人的这种职业发展呢，会被到来的这个桃花所改变。那么射手座对应的时间段呢，就是11月23日到12月21日，这也是你最有可能遇到对方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星币3，对，那星币3的话，你遇到的这个桃花呢，是非常有可能是在事业上的桃花，工作上面认识的。如果你近期可能会有这种工作调动或者人事上的调动，会有一个环境上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个桃花它很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么这个爱之神谕卡里边呢，有一个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啊，对，那么这是爱情神谕卡告诉你的信息，就是说你遇到的这个桃花也有可能是朋友介绍的。那么第2张爱之神谕卡告诉你的信息是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对，不要试图在爱情当中掌控一段关系，无论谁去掌控谁，那这段关系最终都会失控。所以说我觉得在爱情当中最美好的样子就是顺其自然，让2个人都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呢，同时也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也不要让对方来改变自己。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2个人相处的状态，要做到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谁也不需要为对方去妥协，谁也不需要过度的付出，也不需要过度的依赖，2个人刚刚好，处于一种完美的平衡的状态。对，那么第3张牌呢是 Express your love，那么爱的表达，对，那这也是爱之神谕卡他想要告诉你的信息，就是爱的表达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必须要做的。那么这种爱的表达呢，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它也包括肢体上的每天的拥抱和亲吻，都会让你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对，所以我觉得如何表达爱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需要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
其实很多段感情之所以有遗憾，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爱，或者说表达爱的方式是错误的，结果在过去的一些关系当中造成了一些遗憾。但是呢，我们也在成长，成长的人生总是有阵痛，我们要去接受并且理解。那么这些遗憾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帮助我们在下一段关系当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对，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 Keep an open mind， 对，爱情神谕卡，他想要告诉你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你遇到的这个灵魂伴侣啊，或者说你开展的下一段关系，你遇到的下一个桃花，它可能和你理想当中呢有一些差距，但是呢，不要一开始就否定，尝试着去了解和接触。有的爱情其实是反直觉的，让你一见钟情的那些桃花，往往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呢，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慢慢升级的关系，也许会更加的长久和稳固。那这就是这个爱情神谕卡的这4张牌，大天使想要在爱情上给你的一些建议和指引，能够让你们更加从容的处理一段感情。对，那最后呢，我们神秘信箱抽到的这张牌，送给你们的一句话，你首先要思考自己是谁，然后感受自己是谁，最后你必须成为真正的自己。那么这张牌其实是在开始一段关系之前，你必须要先学会成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在进入一段关系后，你也要保留真正的自己。不管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还是我们在进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都要保留真正的自我，而这种自我呢，是我们能够独立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我看到，第1张牌就出现了命运之轮。那么塔罗是在提醒你啊，你过去在感情当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要让它重蹈覆辙，因为命运之轮它会不断的重复，相同的剧情会再次上演。那么第2张牌它是高塔牌的逆位，那这张牌出现了，接下来你们会面临到一个环境的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的话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桃花，而且你们接下来下一段感情的开启呢，和你们可能说之后要做的一个选择有关，因为的这个选择你们会发生一个环境上的变化，会遇到新的人。那我看到你们的这个下一段感情啊，对方的你遇到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他是他的能量会非常非常的低落，因为这张圣杯5啊，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那这让他备受打击。对，同时呢，他还要处理自己身边各种各样的事情。对，那这张权杖7，所以你遇到对方的时候呢，刚好是对方人生的低谷期。那对方他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呢，是这张女祭司，属于慢热的类型，而且是外冷内热。所以说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有一点傲娇，或者说高冷。那么占星神谕卡当中对方的这种特质呢，会是水象星座和风象星座的结合体啊，一个是双鱼座，还有一个是水瓶座。那么这2个星座呢，它对于你的这个桃花的诠释呢，更多的偏向于精神或者说感受。所以说对方这个桃花呢，他对于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啊，他是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说他会给人一种有一点忧郁的感觉啊，而且呢，他是那种知识非常渊博的类型，所以说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会给你一种很斯文，或者说有一点书呆子的感觉。那么占星神谕卡当中这种星座特质呢，其实这个人这个桃花他对你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总能够以一个浪漫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整个人都会变得没有那么棱角分明，因为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加柔和了。虽然说他自己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呢，他会依然热爱生活本身。所以说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勇气，对，一种理想主义。他依然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温柔的相处啊。那这种理想主义呢，其实能够打动你，对，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匹配，或者说在精神上的欣赏。可能说对方物质上的话，我没有看到，比如说新币啊，对，或者说是其他一些对方在物质或者现实世界当中具备很优秀的现实条件，但是呢，对方他确实在精神世界是一个很富足的人。所以说他即使是认识你的时候，他遭遇了很多痛苦啊，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这种痛苦传递给你啊，他反而还会教会你如何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用自己身上的光与爱去与这个世界相处。所以说你遇到对方的时间段呢，分别就是在水瓶座和双鱼座这两个星座它所对应的时间上，对，分别是1月20日到2月18日，还有2月19日到3月20日这两个时间段，对。那么一开始的话，我看到这几张爱情神谕卡呢，你们一开始不会迅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波折，因为刚开始这里有一张 unrequited love 是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对。可能你们会经过这种漫长的等待才会向对方表明心意，那可能是对方暗恋你，或者说你暗恋对方。所以说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 healing family issues， 对，疗愈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对，可能说是你或者对方有原生家庭的问题，那你们在一起的话，双方会彼此疗愈各自的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创伤。而且呢，爱之神谕卡告诉你，这个人他将会是你的灵魂伴侣 soulmate， 对，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你会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自在，很多事情不用说，你们也会有默契，对，那这种默契呢，就是你们是彼此最适合对方的存在。而且呢，爱之神谕卡还告诉你这个人他是 worth waiting for， 他是值得你等待的，对。那么在这组牌的最后呢，我还抽到了神秘信箱想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对，为什么我还想爱这个世界？因为前方依然有很多的美好。因为这组牌抽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他会在前方等你，所以你们要告诉自己，要充满信心的向前走，对，前方依然会有很多美好等着你们。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